大家好，我是 QQ 大棉。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技术分析。一般是被称为图表的一种指标，然后主要是根据历史的一个价格行为和交易量的数据来预测未来市场的一种分析的行为。其实本质上还是根据人的贪婪和恐惧去根据这个图形画出来。嗯，其实这个技术分析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就17世纪和18世纪的时候，像在英国和美国，我们都可以去追溯到最早的道琼斯的一个指数，算是一个最早创建这种模式，或者是说整个金融市场形成的时候，出现了这种预测性的一个分析模式，就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就比如像道指和后来日本出现的蜡烛图这种模式，然后主要是以前都是通过手工去计算，但是随着计算机的一个发展，其实我们还是通过计算机和 ChatGPT 都可以去预测和去计算，当前这些指数的一个分析的情况。那技术分析是如何运作的话，主要还是看当前价格和历史价格以及整个资产波动，还有一些消息啊，就比如新闻和呃买卖双方的一个对峙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情绪，就主要还是刚刚说的恐惧和贪婪的问题。因为技术分析在交易量和流动性不高的时候，其实这个市场是被操纵的。那如果像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话，这种 token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呃被操纵的情况。就如果出现了这种影响整个技术分析的一个趋势的话，那我们再去看这个交易的信号，其实就没有价值了。那这也是整个技术分析给一些大宗商品啊，像加密货币啊，还有一些黄金啊这些非常古老和整个市场每天成交量都特别大的市场的时候，就没办法进行一个操纵。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下，技术分析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那常见的技术分析的指标的话，比如像移动平均线 SMA 和EMA，还有 MA，像相对强弱指数，还有像 RSI，就是布林线，MACD，反正基本上，一些专业的 K 线平台都支持现在的一些主流的参数，像币安也是有 MACD 和 RSI 这些，当然也有像 MA 和 EMA 平均线这种去计算出来它的一个趋势的，就主要还是通过这种分析手段，通过数学的计算方式，然后去得出目前我们在这个价格上面看到的买方和卖方的一个战争，或者是说他们的一个对手，就最终是谁去影响这个价格和衡量，哪一方是胜利者。就比如在 K 线出现极端的时候，那买卖双方都会呃进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博弈，同时这时候其实无论是卖方还是买方都可能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所以这也是造成整个 K 线被画出来的一个数量。当然，排除就是在技术分析之上，我们因为币圈还是有这种就是机器人在去跑这个数据，因为它可以进行一个套利，所以有时候会影响这个整个的一个呃就是今天的 K 线有可能在被砸得特别快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机器人去连续踩踏的事件，所以它的价格就会继续往下走。当然涨的时候也会出现另一种极端，就是往上走。所以这时候，在这种技术分析指标的时候，在极端行情其实是没有一个作用的，主要还是出现在趋势的时候，或者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筑底啊，像有些人会根据相对强弱指数去判断这个值为70以上或以下，处于超买和超卖。
比如还有币圈的一些贪婪指数，然后比特币指数，还有以太坊和BTC 交易对的一个指数。反正每个人的衡量标准都不一样，所以从分析上看，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对的，所以我们在看 K 线的时候，顶多就是一个辅助。然后同时在交易市场中，大量的交易者都会依赖这种支撑线啊、阻力线等等一些指标去根据这个进行做交易。其实大家都是预言家，对吧？我都以为我是下一个胜利者，谁不知最后都是被埋的。反正一句话，操作越多，错的越多。那我们下面看一下基本面和技术分析。其实技术分析只是在呃 K 线或者在价格上去反映出这个资产的一个价值，但是基本面的话就是反过来的。基本面的研究其实很多的因素都会影响这家公司或者是这个项目的一个走势。当然，传统公司的话，主要还是在公司的管理、核心竞争力和它的增长率、行业健康状态，然后护城河，还有它的现金比例这块儿比较重要。只能说是与技术分析可以做一个佐证，然后同时通过这种背景和潜力的一个分析去做整个项目的一个背调。嗯，目前的话，币圈的基本面可能还是主要以团队和资本为主，就是整个团队可能从很大的趋势上决定了这个项目能不能走得下去。当然资本也是推动它价格往上走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吧？所以技术分析的优点就是以定量的数据为依据，去从这种客观的情况上去看这个历史的一个走势，然后同时去预测未来。但是基本面的话，就是主观的多一点嘛，因为我们还是觉着自己做了一个背调，或者是你认为这个项目比较好，所以你去买它，对吧？或者是你认为这家公司比较牛逼，然后你去买它。但是我感觉，如果是股票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生活或者是以个人的专业为主去分析某一个股票，因为这个行业或者是某一个领域你比较了解，那其实这时候，你的一个呃偏见的话就会比较多，但是反过来的话，你也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你在这个行业比较深，然后你可以接触到别人接触不到的数据，或者是接触不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渠道什么的。这时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可以获得一部分先机。之前听就是2020年的时候，一直在学习关于技术分析和基本面的一些内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股票的价格其实是由情绪驱动的，而不是基本面，对吧？那因为买卖双方都是是一种恐惧或者是在一种贪婪的情况下去进行交易的，因为反正我觉得大部分时间我们亏钱肯定还是因为情绪造成的，要么就是冲动了，要么就是割肉了，对吧？其他的一些参数的话，主要还是去反映股票市场多一点，就是以前记的笔记，然后就比如铜和原油都是对我们和整个 CPI 和 PPI 这些情况的一个反应，然后原油和铜的一个情况就反映了实体经济，然后这些基本上都是从经济的一个预期和经济的一个增长去看的，就比如美联储的债券呀，像10年期国债呀，美联储在买什么呀？这个节课是在2020年的时候听的，反正就是讲了很多，主要是分析一些很多的基本面，当然其中也提到了比特币，就比如共识的载体，反正如果要想去投资一家公司或者是一个项目，它最大的一个点就是无差别的产品和最广泛的用户，我觉得这两点就是决定它的一个天花板。因为之前有想过一个话题，就是咪咪币的价值它到底在哪里？那我这两天就是突然想到，其实它可能是有最广泛的用户。怎么说呢？就比如狗狗币、史币，还有最近的 PEPE。首先，这3个 token 它能火起来，就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家的一个认知，没有门槛，谁都看得懂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对吧？然后要么就是可爱啊，要么就是有一些那个
呃乐趣啊，或者是寻找一些自己的快乐，对吧？就像看直播打赏的一个大道理。然后还有一种，就像 People 的话，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它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或者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它通过一个话题去引起更多的人的关注，然后同时能走向主流媒体和一些大 V 或者是 KOL 的一些眼里。那这时候它其实就有一定的程度可以作为一个秘密币，能快速的去进行拉盘做事，然后上交易所。那因为现在交易所其实看的最多的还是最广泛的用户，因为只要你的项目方有足够多的用户，币安都会上，对吧？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这个秘密币的一个价值，因为它我看很多秘密币的一个白皮书里边，或者是他们的 roadmap 都写了他们要在多久的时间之内获得多少的用户，就比如几十万、几百万、上百万，对吧？那其实币圈很现实，那真正活跃的用户其实很少。那如果有几百万的撸毛的人，或者是几百万想着去暴富的人，那其实这个项目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获得最广泛的用户。那这时候其实就是秘密币的一个价值。那我们这周扯远了，其实回过来去看基本面的分析，刚刚有讲到均线，然后之前听的时候有讲到一个，就是2060和120的均线因为股票它其实是有休息日嘛，就是2060、120可以去反映出近半年的一个趋势。那如果从整个的一个价格上看，我们是可以看到，就是关于MA 的一个算法，就是抵扣价等于 N 天前的收盘价，然后当前价是 N 天前的抵扣价，然后如果则 N 日的均线上行，则反之的下行。怎么说呢？就意思就是，嗯，之前是听那个雷公讲的这个理论，其实在那个专业投机员里边是有这样的一个写法的，就是2060和120，就是你可以去选择自己的一个均线，然后根据这个指标去计算一些技术分析的一个趋势，然后同时去用基本面去做一个佐证，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去做那个一个大的一个判断，就是整个趋势的一个判断，因为主要还是看价格的一个波动能不能在 K 线上体现出来，或者说是谁是先知，然后谁是后知后觉，然后还有不知不觉。那如果进行炒币的人，其实多数可能都是后知后觉，或者说是不知不觉，因为你买入之后可能就被套，因为别人跑得快，对吧？他总是有一些庄和那个做盘的人去搞这个事情。那我们就看一下，就主要的一个分析就是2060、120的一个均线。那我这里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6根线，就是红、黄、绿，黑紫蓝，主要是2060和1203个价格。怎么说呢？意思就是，如果就是 MA 均线和 EMA 均线，它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性，就是价钱只要在它们之上，它们就是往上走的；那如果在它们之下，它就往下走的。那比如我们以这个点为分析的话，那如果这个价格站在上面，那也就是说未来，只要当前这个黄色的点的抵扣价就是五日的一个线和20日和60日和120日的线，只要当前的收盘价，就比如现在这个收盘价大概是27630，那如果明天比特币的价格仍然在27630之上，那也就是说这根红线和这根黑线都是往上走的，也就是说它们拐头向上，那就代表市场是一个往上走的趋势。那反过来看，我们未来就比如这个黄色的20日的抵扣价，未来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均价都在2700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未来一周比特币的价格不跌于27000，那也就是20日线是往上走的。这是EMA 和 MA 的一个趋势，就是价在线上线线上，价在线下线下下，就是这样一个口诀吧。反正之前听的时候也是很诡异，然后多看看应该就可以理解了。但是反过来，我们再去看60线，它其实有一个抵扣价是在这里。那如果未来一周它其实就跑到这里了，对吧？那就是说这根紫色的线它其实是往下走的，除非未来一周
然后这里的价格能突破到3万以上，也就是这根紫色线才不会和这里的线进行一个交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反正就在这里大概会有一个交叉，这应该是就已经6月多了。反正MA 和 EMA 呢只是一个佐证，因为任何技术分析都不是你进行买入的一个非常好的点，对吧？那因为现在的一个经济影响其实非常非常多，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可以用某一个指标就可以100%的去战胜所有的。呃，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市场是一个有情绪驱动的，而不是有基本面驱动，或者说这个市场其实就是有无数的情绪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点进行交易，除非它被操纵了，否则这个价格它就会一直上下波动。因为每个人在每一个时间点他思考的点不同，所以就导致了这个价格会有一定的上下波动，对吧？那除非是中本聪或者是谁出来了，把这个价格啪啪砸下去了，然后再拉上来，那这时候就是极端行情。我们抛除这种极端行情之外，再用技术分析才有一定的趋势判断。一般的话，我们如果看比特币，其实应该按周或者是月去判断，因为这样的话才能进行一个大趋势的一个走势，不可能是我们只看1天或者14小时，这时候其实是没有更多的把握去赢得这个长期的一个盈利的，因为你操作的多的话肯定会错的，对吧？不可能每天都可能让你胜利，所以做合约就是一条死路嘛，因为你赢了99次，错1次就归零了。所以说这么多，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其实都是相辅相成吧。反正目前来说，技术分析的主要还是一些传统投资的一些人，他们可能会更喜欢这种方式。但是对于币圈而言，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有机器人和这种做庄的嫌疑，所以我们一般不会去碰一些小币，就比如像一些刚上线然后没有什么流动性的，那其实这时候你买入它就套你，对吧？你买了就没流动性了，然后就基本上就被操纵了，什么时候套你就什么时候精准的很，反正就是有点像被别人盯上来的感觉。嗯，总之呢，就是技术分析，它还是让我们去做整个市场的一个大趋势的分析，或者是说，它可以佐证基本面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去帮助你去了解这只股票或者是这个 token 的一个价值。那总之，呃，市场或者是价格是有情绪驱动的，这句话一定要记住。那技术分析再多，其实如果大家的情绪都不行，或者是大家的预期都不行，那这个价格它也不会向上。就像现在大家都知道通胀来了，滞胀来了，然后可能金融危机要发生，但是呢，它就是管不住手，对吧？它就会去买。所以这时候，我们不能说，这个价格到底怎么样，然后你一定就猜得准。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保持冷静，或者是说对市场保持一种敬畏的心，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